这个团队几乎是当时盗墓界最强大的一支力量，连天庭都可以铲下来。不过最后却是在罗布泊损失惨重，只有3个人逃了出来，而且还全部都进了精神病院。因为这一趟几乎葬送了北派的全部精英，罗布泊也因此被盗墓界称为断头地。而之后的事情就不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能够了解到的了。据说那时候有大批解放军开进了罗布泊，还把那里设置成了军事禁区，所有的消息全部封锁，这也就造成了至今还有许多关于罗布泊的风言风语在到处乱传着。张三炮继续说，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断头地这个词儿从我祖师爷爷那一辈就已经是有了，它呢指的是一些从没有被人践踏过的稀世凶墓。我其实有些不明白张三炮这话的具体意思，他顿了一下接着说，一座完整的古墓其实包括了龙门、龙阵还有龙心3样缺一不可。龙阵呢指的是围在古墓四周围的机关陷阱，龙心指的自然就是古墓本身了。但凡是古代的达官贵人都会在自己墓的周围设置大量龙门和龙阵，用来守护龙心。那个时候的思想就是龙心里边是最尊贵的帝王，龙门龙阵就是列阵迎敌的士兵。张三炮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把相虎也吸引了过来。我点了点头，张三炮这个摸金校尉当的那还真不是吹的。但是这些摆在外面的龙门和龙阵太过显眼了，无疑是告诉那些土夫子，我的墓就在这里，快来摸金吧。所以历经了无数盗墓事件之后，战国末年的诸侯纷纷取消了龙门和龙阵，这个词儿呢也是渐渐的淡忘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如果不是北派的老杆子们发现了罗布泊，可能这个名词再过几年就会彻底的消失了。我有些好奇地问，罗布泊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只知道一点点的内幕，说了可能你们也不信。那个时候罗布泊里冒出了大量的活死人，见人就咬，每到太阳落山之后就袭击牧民，枪都打不死。估计大批军人进去了，那就是为了要对付他们的。还有一些战士放哨，第2天换班，莫名其妙的就发现身边多了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然后疯狂的咬向自己的脖子。当然了，这些都是听我师父说的，具体是不是我真的就不知道了。在等张三炮扯完罗布泊的故事之后，已经过去差不多半个小时了。你的意思是，这可能是一片断头地，又是一个罗布泊呀？这一次开口的居然是相虎。张三炮苦笑着说，我也不确定，从这里的情况来看，人烟相当的稀少，如果真布下了龙门和龙阵，那我们这一路可就要惨了。我突然有了一种头皮发炸的感觉。如果这他娘的真跟罗布泊一样，那我们还搞个毛啊？当时可是出动了大批的军队才摆平那个地方的。没有张三炮说的那么夸张，这里早就有人过来探路了，即使没有龙门阵，也是他们当炮灰。我赶紧说，马老爷子，咱能不能敞开天窗说亮话？既然大家都走到这里了，能不能把我们脚脖子上的炸弹去掉？马如龙皮笑肉不笑地说，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好好跟我合作，这一趟买卖能成的话，够你们享福几辈子的。我暗骂了一句，老狐狸，这老东西真是油盐不进，脸皮比胖子还厚，等找到大斗了，估计直接炸死我们都说不定。这会儿也都休息得七七八八了，我们吃了点东西就准备继续出发。可突然之间，一条长长的黑影在我们面前一晃而过，王元朝大声地叫了起来，河床上面左前方。相虎举起了应急灯，瞬间一大片白光就照住了那东西。王元朝皱起了眉头来，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玩意儿跟我们之前发现的那一具人形骨架的体型很像？对呀，我一拍脑袋，这才想起了之前我们看到的那具骨架。而且那时候我们看到的人形骨架的脸上有7个眼眶，这怪物的特点同样是眼睛多。正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河床上忽然传来了一阵阵嘤嘤的婴儿哭声，还没等我们仔细去听，那叫声陡然一变，变成了狮子一般的吼声，非常的高亢，而且连绵不断。说句老实话，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恐怖的声音了。这歇斯底里的声音差点让我窒息，胖子他们的神色也都显得十分不自然。那声音来得快去得也快，几分钟的功夫，河床就陷入到了一片死寂之中。胖子哆哆嗦嗦地说，这他娘的是那怪物发出的叫声吗？怎么像是小孩子被掐住了脖子似的？马如龙不屑地说，别大惊小怪的，又不是粽子，一颗子弹足以把他们送上西天。想当年老夫背着刀
带着一把洛阳铲，一只黑驴蹄子，就敢去探明朝墓。现在有了这些洋枪洋炮，哪里去不得？还能被一只畜生给吓住了不成？马如龙说的倒是实话。以前对付粽子，土夫子们只能靠糯米汁儿和黑驴蹄子暂时将粽子给镇住，然后用砍刀一点点的把关节卸下来。现在我们带的装备，一颗手榴弹就足以将粽子炸成碎片了。虽然是这个理，但在场的众人却没人露出轻松的表情。张三炮苦笑着说：“哎呀，马老爷子，话不能这么讲啊，这里可是断头地啊，凝聚着古代人的无限智慧啊。龙门龙阵要是轻轻松松就能破了，北派也不会在罗布泊死那么多人了。出发吧，我们睡了一晚上，精力应该也足够了。”马如龙没有理会张三炮，他对我们几个人挥了挥手，就示意大家拎包出发。这一次我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了。要知道，我们先前在对面的河壁上可是发现了一滩一滩的血迹的，再加上这个突然出现的怪物，这一段路肯定是不会平静到哪儿去的。不过还好，这次装备齐全，手电筒的电池也管够，我们可以放心的将灯泡调到最亮。我一只手握着沙漠之鹰，一边不时地看着四周。小老板，别那么紧张，这样会很耗费体力的。哦，好。三炮，你刚才有没有看清楚那东西的模样？张三炮摇了摇头，没来得及看，走得太快了。哎呀，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取望远镜啊。那你知道那怪物的眼睛里为什么会有2个瞳孔吗？太可怕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眼睛。张三炮的神色一下子就变得凝重起来。刚才那怪物是双瞳眼，你没看错吧？没错，而且他的3只眼睛都是双瞳。我肯定地说着，因为刚才我几乎把望远镜拉到了最大，那怪物就像近在眼前一样，我是根本不可能看错的。张三炮淡淡地问：“自古以来，很少有人的眼睛会是双瞳，就算是有，也会被认为是怪胎或者是不祥之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他娘的卖什么关子？赶紧说！张三炮眯着眼睛给我们解释道：“因为只有天天吃实心肉的孕妇生出来的小孩才会是双瞳。实心肉在盗墓界指的就是风干的死人肉。以前湖南那边有个村子，村子里的小孩80%都是双瞳眼。后来专家去调查才发现，这个村子地势险恶，而且气候十分的恶劣，根本没有办法种植蔬菜。村民只有靠猎杀来往的路人为生。他们通常会把死人洗刷干净，然后涂上酱油、盐巴，吊在屋子里边自然风干，做成腊肉一样的美食。而村子里的人认为，孕妇怀胎的时候更需要大补，所以餐餐都给孕妇炖人肉干吃。”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只有吃实心肉才会长出双瞳，莫非这怪物也是吃实心肉长大的？紧接着我又想到了一个更加可怕的问题，如果这怪物是双瞳眼，那就说明这种怪物绝对不止一只，很可能就跟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些土地婆一样，大量群居在这里，而且靠捕杀附近的人为生。我越想越觉得心里发毛。如果这是墓主人用来守护龙门阵的怪物，那就说明墓主人对这怪物有极大的信心，才会把它饲养在这里。而且之前发生的好几次被盯上的感觉，难道也是这种东西在作祟？这怪物莫非还会野生不成？到了这会儿，我握着沙漠之鹰的手已经紧张到出汗了。我也不知道胖子是不是心宽体盘，他那模样看起来倒是轻松得很。我说小叮当啊，你也别太紧张，咱们兜里揣的可是沙漠之鹰，这枪威力大的离谱。之前的阴阳童子就算是钢筋铁骨，不也是给几下打断了膝盖吗？更何况还有机枪呢。大胖子叔叔，不要吹牛了好不好？你这么勇敢，为什么2条腿还一直发抖呢？胖子露出了不屑的冷笑来。你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胖爷那不叫发抖，那是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这个腿脚一直没好利索。嘿，那怪物最好别来，他要是敢来，胖爷我分分钟弄死他。我直接选择无视了胖子，这家伙不仅贪生怕死，而且还是个出了名的闯祸精。之前在李思墓的时候捡了一块藏有尸尸的玉佩，差点没把大家伙都给害死。好在这死胖子有时候还算是蛮讲义气的，关键时刻不会出卖人，估计也就是因为这点才让我们成了兄弟。路上我偶尔问张三炮些事情，胖子也不时地凑几嘴，如此一来也就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很快我们就到了昨天发现血迹的地方。昨天从望远镜里来看，看得并不太清晰，这会儿来到现场之后，我才发现这些血迹是多么的诡异。这一滩滩血迹最长的溅射到了10几20米，
人要是想死成这样，估计得被一辆大卡车拖着走才会有这种效果吧。而且仔细观察，这些血迹是横洒在河壁上的，也就是说，这个死去的人最后应该是被狠狠地拍在了河壁上，然后像气球一样炸开，才会出现如此夸张的血迹来。马如龙见状，沉着脸下了命令：抓紧时间赶路，不要停留。等等，你们看地面，还有周围河壁上的颜色。这怎么了？小老板，你仔细看看，地面上的石头有没有很淡很淡的红色的痕迹？我顺着张三炮所指的方向看了一下，顿时就发现脚下的岩石上几乎都覆盖着一层淡淡的红晕，连绵了一大片。而且不止地面，两边的河壁上也或多或少的有些发红。张三炮叹了口气说：这些都是很久之前干涸的血液，这一大片都是，估计死过不少的人呢。人的血液在一些小孔比较多的岩石里，可以保存上百年都不会被流水给洗掉，除非是你把这些血迹一点点的从石头上刮下来，否则它们就不会消失，就像写在墓碑上的红漆一样。这就是一片杀人不眨眼的兄弟，估计这些死去的人都是来摸金子的土夫子，结果却落了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我忍不住打了个寒噤，这个地方的确是太神秘了。哪怕像马如龙这种在盗墓界数一数二的泰斗，也只知道大王村的位置，却不知道大王村里还藏着一条水道。或许连大王村的村民们都不清楚这条水道的尽头究竟是通往哪里的吧？这可真是一片桃花源呐！我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既然这里有这么多血迹，那来的人自然是不会少的，但为什么就从没听人提起过这个地方呢？莫非凡是进来的人全部都死光了吗？我的脑子一团乱麻，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修这座墓的人到底在这里布下了多少杀人陷阱。突然胖子问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片河床一开始还有不少鱼骨头，但到了这里之后，地上连一具骸骨都没有了。我们全部都被这些血迹给吸引住了，却始终没人注意到这么一个诡异的现象。马如龙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就催促我们加快脚步，看来也是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为了防止被偷袭，我们又拿出了一个应急灯，一前一后，把周围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如果有什么东西出现在灯光的范围内的话，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发现的。突然之间，马如龙举起了他手中的沙漠之鹰，然后瞄准某个地方，砰砰砰的就开了几枪。紧接着，他换了个弹匣，又朝着另一个位置开了几枪。我被吓了一大跳，而西装男他们更是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不过周围却是一片死寂，完全没有任何动静。马如龙放下枪，自言自语道：奇怪。我大声地问他：马老爷子，你发现什么了吗？他摇了摇头，示意我们继续前进。胖子一脸的莫名其妙，他拉了我一把：顶哥，这老东西该不是疯了吧？别废话，多注意点周围的情况。我此刻根本没心思和胖子扯淡，我突然想到了之前发生的事儿，那道来自黑暗中的眼光，这已经是第4次了。像向虎还有马如龙这些身经百战的人，对危险的直觉比一般人要敏感得多，所以我现在几乎可以100%的肯定了，周围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监视着我们的。我看了一眼张三炮，也见他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张三炮似乎是注意到我在看他，突然做出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示意我不要说话。我看他那副样子，顿时就想起了马如龙刚才的自言自语：监视我们的东西，莫非还能听懂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我们前进的路线，甚至连我们谈话的内容，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我的脑子里骤然就涌出了一个荒谬的念头来：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在监视着我们？幽灵吗？还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隐形人？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憋屈了，就像是你明明知道有个家伙在跟踪你，但你却是偏偏找不到那个家伙藏在哪儿。而一路走过来，我们这才发现河床上的血迹并非只有那么多，不断的有鲜血淋漓的场景出现。有一个地方，甚至那些血迹不知道为何都还没有完全风干，那血淋淋的景象看得我们越来越紧张。到了晚上2点多的时候，我们的速度已经放得极其缓慢了，生怕遭受到什么意外。
不过让我们稍稍放下了一点心的就是，走了这么久，那只怪物也再也没出现。这大半天走下来，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哪怕是活动的量比起昨天小了许多，我们也都一个个累得跟狗一样。突然，马如龙停下了脚步，就地扎营，明天大清早再继续出发。我无力地放下了包裹。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上面有一块雨伞一样的岩壁遮着，而且试探了一下，它也十分的牢固，在这下面休息，无形中就安全了许多。吃了一些东西之后，马如龙他们就爬进睡袋里睡觉了。还是昨晚一样的轮班，有遥控炸弹在，他也不害怕我们会捣鬼。这会儿是轮到张三炮和西装男两个人放哨。张三炮看到我从睡袋里又钻了出来，有些疑惑地问：肖老板，你睡不着啊？睡不着的话，那我赶紧进去补个觉。不，我就想问你个事儿，大半夜的闷得慌，想请教你。张三炮摆了摆手，我说肖老板，别看我名头光响，什么正八经的摸金校尉，那是你入行不深，现在盗墓界的能人多了去了，我要是真有本事，也不会混得这么惨了。少扯这些没用的，赶紧跟我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今天一整天你都魂不守舍的，肯定有事儿。我今天一直都在观察张三炮，发现不管什么时候，他的表情都很不对劲儿，好像是在害怕什么东西一样。突然，张三炮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西装男，然后出声说：我们的感觉没有错。我皱着眉头问：你说的是我们被监视的那种感觉吗？我也不知道为何张三炮如此确定。你看一下这个盒子就明白了。这是什么玩意儿？我拿过来打开一看，发现盒子里都是些白白的东西，这些东西此刻正在拼命地蠕动着，每一条都有面条粗细。这是黑狗云斑，黑狗死了之后从腐烂的肉里挖出来的虫子，摸金校尉探测危险的工具之一。这种虫子一旦离开了腐肉，就会变得很安静，好像是动物冬眠了一样。一旦它蠕动起来，那就代表着周围有危险的存在。当年我遇到过将军大粽子的时候，这玩意儿的反应都没这么强烈。说着，张三炮就把那盒子盖上了。你的意思是说，不仅有东西跟着我们，而且这东西比粽子还要可怕？我握着拳头的手都有点微微发抖。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敌明我暗。老子现在真想把藏在暗处的这个鬼东西给揪出来，省得睡个觉都提心吊胆的活受罪。不说了，你不睡我就先去睡了啊，等一下你顶不住了再叫我起来。张三炮苦笑着说完，就钻进睡袋里去了。临去睡觉的时候，他还用手拍了拍我的脖子，然后给了我一个奇怪的眼神。我现在是一点睡意都没有，满脑袋都是害怕的情绪，一闭上眼睛，马上就会担心有什么东西从我背后出现。而且不知道为何，从刚才开始，我就又有了一种被人盯着后脑勺看的感觉，让我连闭上眼睛睡觉都做不到了。将近3个小时过去之后，西装男把向虎叫起来轮班，向虎接过了他手中的 AK47，然后就走了出去。他朝我点了点头，然后走到了一个包裹旁，翻了个水壶出来喝水。而我这会儿也有些犯困，硬撑了3个小时之后，眼皮都抬不起来了。我踢了下胖子的睡袋，想要把他给叫醒，但就在这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心悸的感觉。我猛然就想起了刚才张三炮给我看的那小盒子，还有他最后拍我脖子的那个动作。这张三炮在我后背藏了虫子，而这虫子现在却是感应到了危险。我也不管什么3七21了，积蓄起了全部的力量，朝着前方拔腿就跑，就像是走夜路撞鬼一样。此刻如果有人看到我在瞎跑，肯定会以为我是个疯子。但后来想想，这怕是我做过最正确的一次决定了。几乎就在几秒钟之后，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就像是皮革被撕裂了一般。一直到我终于感觉不到背后虫子蠕动之后，我这才停下了脚步。但此刻，一股刺鼻的味道已经在周围弥漫开来。我转头一看，只见包裹旁边有一大滩鲜红的血迹，而向虎整个人却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我惊恐地大吼了起来：快起来，出事了！然后我迅速地拔出了沙漠之鹰，开始到处乱射。这会儿我真给吓得有些神经错乱了，我害怕下一刻我也会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郑哥，你他娘的发生什么事了？别发疯啊！胖子冲了过来，扭住了我的双手。不过陆续起床的人脸色都是一变，包裹旁被鲜血溅射的地方显得尤为刺眼。你刚才他妈的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你做了老虎？
我上哪知道去？他刚刚和你换班，一眨眼的功夫就失踪了，连一句喊声都没有发出来，像是我做的吗？疯子，马如龙挥了挥手，西装男暴躁的情绪这才安静了下来。周围所有人都一声不吭的，我也从刚刚的热血上涌，慢慢的变得恐慌了起来。是啊，那个性格沉稳如水、高大壮实的肌肉男，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死了呢？